为报救命之恩，我自降身份嫁给穷书生裴艳秋，可他却转头将我卖到青楼。我要赎你！裴艳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要给我的惊喜，就是把我卖到青楼！你闭嘴！我现在可是状元郎。3日前，皇帝已经下旨，要把最宠爱的七公主许配给我，我马上就要做驸马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就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七公主。云清燕，你宁愿自降身份，也要去嫁一个穷书生？父皇，半年前我偷溜出宫，遇到地痞流氓，是裴艳秋站出来替我解了围。他怕他们去而复返，还主动提出陪我逛庙会。他如今高中状元，人品上佳，儿臣又钟情于他，求父皇成全。你是朕最宠爱的公主，从小蜜罐里长大，未受过半分委屈。朕今日就允了你们的婚约，可他若待你不好，朕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谢父皇成全，艳秋是好人，他一定不会辜负我的。艳秋，我们终于可以成婚了。青燕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是要给我惊喜吗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艳秋，到底是什么惊喜？还要跑这么远？哎呦，这不是裴郎吗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天香阁来？天香阁？妈妈，你看这个货色如何？为了今天，我可是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，干净得很。裴艳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要给我的惊喜，就是把我卖到青楼？惊喜？云清燕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？你一个低贱的商户之女，也配一直缠着我？我现在可是状元郎，昨日皇帝已经下旨，要把最宠爱的七公主许配给我，我马上就要做驸马了。少废话，除了之前说好的债务一笔勾销之外，你还得再给我500两银子，少一个铜板我都不卖。500两，裴郎，你这心也太黑了。这姑娘虽然生的标致，可500两银子确实贵了些。少废话，我可是今年的状元，以后进了翰林院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今日我把她送过来，不仅债要清了，这500两我也一分不能少拿。原来是要拿我抵债，只是不知道这钱你有命拿，有没有命花。妈妈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姑娘身子干净得很，我养了她大半年，连根手指头都没动过，就为了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不是新科状元吗？竟然在青楼门口卖女人，读书人的体面都被他丢尽了。读书人的事儿，你们懂什么？此女纠缠我不放，坏我名声。天哪！我这是为民除害。行行行，看在状元郎的面子上，500两就500两。这姑娘生死便由我天香娥说了算。裴艳秋，你拿了这钱，当真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，偏偏是个商户之女。我如今贵为状元，即将迎娶公主，公主住在皇宫，你只能待在妓院。这天香阁是京城最大的青楼，你就在这里待着吧，别想着逃，也别想着告我。现在的我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这小蹄子莫不是疯了？裴艳秋，我原本想把最好的都给你，可你亲手毁了这一切。我说过，我是来向你坦诚身份，让你做驸马的。可现在，你这状元郎的地位，还有这500两银子，就是你这辈子最后的风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你也配？云清燕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你一介商户之女，竟然也敢冒充当今公主？
裴艳秋，你别后悔，待我出去之日，就是你死到临头之时。后悔？我是当今的状元，即将迎娶最受宠的公主，成为当朝驸马，而你就只能烂在男人堆里，后悔的只可能是你。这就是我求父皇赐婚的男人，为了一点银子，就把我当包袱甩了。这么一个绝色大美人，裴郎竟也舍得，怪不得刚才咬死不松口，确实值那个价。拿开你的脏手！哟，到了我这天香阁，还端着大小姐的架子呢。在这儿，脸蛋和身段就是你唯一的本财，收起你那高贵的眼神儿。我没骗你，放我走！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你，10倍、100倍，随便你开。我凭什么信你？银子，裴状元说了，你家不过是外地做小买卖的，如今连你都被卖了，你拿什么给？放肆！我是公主，当朝七公主云清燕。你们若是识相，现在放我离开，我可以当做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。他说她是公主，哈哈，那我就是玉皇大帝。你们听到了吗？他说他是公主。你要是公主，老娘我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还敢打我？你这招老娘见多了，以前也有富家千金被送进来，喊着自己爹是谁，结果呢，被打了几顿皮鞭，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。哼，我有腰牌，就在我怀里。裴艳秋，一定是刚才在马车上，他蒙我眼睛的时候偷走的。哼，怎么，公主的腰牌丢了，还是在梦里没带出来？傻姑娘，进了这天香阁的门，你就甭想出去。好好想想今晚怎么替老娘多挣点钱吧。带走，给我关起来！滚开！别碰我，我是公主。裴艳秋，你拿着卖我的钱去买官服换豪宅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。父皇还在等我回音，我绝不能认命，绝不。裴艳秋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不仅卖了我，还偷走我的腰牌，断我生路。你现在一定在准备你的状元位，但我云清燕绝不会让你如愿。看来你还是不死心，怎么指望有人来救你？钱呢？拿来！刚才不是在大门口喊着要给我10倍100倍吗？我身上确实没带银子，想必也被裴艳秋搜走了。你先放我回去，我让人给你取，10倍不够，我给你1000倍。哼，你是不是当我傻？没钱就给我老老实实待着。阿娘怕你逃跑，特意给你准备的，喝了它，今晚保管你娇滴滴的，再大的力气也使不出来。你们敢？这是死罪！进了老娘的地盘，是条龙你也得给我握着向右。今晚就让你登台，青燕姑娘，你可得争气点，别让老娘亏了那500两。药效还没上头，我必须快。既然你们要让我消失，那我就让这天香阁先变成废墟。救命！着火了！来人！去死吧！美人，让爷香一个，快过来。
裴艳秋，裴郎，你今日哪来的这么多钱，竟舍得点奴家？今儿卖了个麻烦货。那个云清燕平日里装的清高，连老子的手都不让碰，真是可惜了那张脸，以后不知道要被多少男人欺负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娶了公主，什么样的极品女人没有？裴艳秋，你拿着卖我的钱在这里寻欢作乐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这就是我求了3天3夜要嫁的人，我真想亲手杀了你！跑了，那个女人放火跑了，给我搜，一间房一间房的搜！云清燕，那女人竟敢放火！千万别让她跑了，要是坏了我的驸马梦，饶不了她。裴艳秋，你怕我没死，你怕我这个死人爬出去，揭穿你这个状元郎的真面目。我不能死，我是大周的公主，我的尊严必须要由你裴艳秋的命来还。清醒点，云清燕，你绝不能在这里倒下！贱人，竟敢放火坏我的好事！要是被我抓到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快了，就差几步，只要冲出去，只要拦下一对金无畏，裴艳秋就彻底完了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在这天香阁，还没有老娘抓不回来的人。我是大周七公主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放我离开，否则我要整个天香阁陪葬。你们听到了吗？这小浪蹄子到了这时候还在做梦。公主，你要是公主，老娘我就是太后，把她给我按住！别碰我！你们这群畜生！火烧我的屋子，打伤我的护卫，看来老娘还是对你太温柔了。带下去，给我严加看管。今晚，老娘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父皇，救救燕儿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是大周七公主，要是被我父皇知道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我堂堂公主，父皇从未动我一根指头，今日竟被这种货色折辱。事到如今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，看来是老娘下手太轻了。公主，老娘就在这儿等着，我看谁能拿我怎么样。你要是公主，老娘这天香阁就是金銮殿。云清燕，你还没闹够吗？妈妈，别听这疯女人胡言乱语，她这是想当状元夫人想疯了，一想自己是公主，妄图攀龙附凤。燕秋，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王八蛋！你偷了我的腰牌，难道还不清楚我是谁吗？腰牌，那玩意儿早就被我扔进护城河里喂鱼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这天香阁最卑贱的贱籍，没人会相信你的疯话，你就守在这里烂掉吧。妈妈，这女人心眼多得很，留着是个祸害，不必等什么吉日，今晚就办了吧。来人，去把京城里的公子哥大老板通通给我请过来，就说我天香娥新得了一件人间极品，今晚谁出的价高，谁就买下她的第一次。青燕姑娘，该更衣了。滚开，别碰我！这就是我跪了3天3夜换来的结果，这就是我救那个畜生换来的代价。别这副死鱼样，今晚你要是能卖个好价钱，以后在这天香阁还能吃口热饭。到底是富家养出来的细皮嫩肉，这股子清冷劲儿，最对那些老色鬼的适口。你会后悔的，今日你卖出的每1两银子，将来都会变成砍向你脖子的刀。等你有命活到那天再说吧。走，贵客们都等急了。老鸨，
那橘色美人呢？快拉出来让爷瞧瞧。诸位稍安勿躁，这便是今日的极品青燕姑娘。青燕姑娘起拍价500两，各位爷可莫要让美人失望了。500两，又是500两。裴艳秋把我卖了500两，现在他们拿我做买卖，起价也是500两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这条命就只值这500两。1000两，3000两，出5000两，5000两，我出5000两。亏了，卖早了。没想到这货色能卖这么多钱。看到没？那是我养出来的女人，是我亲手带大的，我当然有功劳。13420两，2万两，3万两，5万两。徐老板出价5万两，还有更高的吗？5万两2次，若是无人加价，青燕姑娘今晚就是徐老板的啦。8万两。好，刘员外果然豪爽，8万两买这极品不亏，8万两一次，8万两2次，8万两，我就要落在这种足以当我爷爷的人手里。谁呀？没看到正办正事的吗？哪个不长眼的打断哈老娘财路？哈哈哈！今儿这天香阁这么热闹，可是进了什么新货？本公子倒要看看，在京城这地界，谁敢跟我抢宝贝？这声音，哼，哪儿来的老树皮也敢出来采花，就不怕折了这身老骨的？老朽不知是世子爷驾到。哎呦，世子爷，您可是稀客，您来得巧，台上的青燕姑娘正是今晚的压轴。10万两。10万两，世子爷出价10万两，快把青燕姑娘带下来，送到世子爷房里。魏昭年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公主。魏少子，您刚刚说什么？哎呦，魏少子，您瞧瞧您，这是见到咱们青岸姑娘，魂儿都吓飞了。也是，咱们青燕这副天仙容貌，莫说是您，就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得走不动道呢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谁给你们的狗胆？谁给你们的狗胆把他弄到这儿来的？瞧您说的，她是我天香阁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姑娘，不在这儿在哪儿？世子，您今儿可是豪掷10万两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您快带回去好好疼惜人家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这是当朝圣上最宠爱的七公主青燕公主，你们居然敢抓她来拍卖！你们全家是不想要脑袋了吗？这是要灭九族的死罪！世子，您说什么梦话？这可是我从新科状元裴艳秋手里买回来的。裴郎说了，她只是个出身卑微的商户女，是裴郎亲手送她进门的。裴艳秋，你个混蛋，还不快滚出来说清楚！世子，您定是认错了人。这女子名叫云青燕，不过是个外地来的家道中落的下贱商户之女。此女贪图荣华富贵，半年前卑微的纠缠于我。我裴某见她可怜，才收留她在侧。谁知她竟敢假冒公主之名招摇撞骗。我裴某深受圣上隆恩，如今高中状元，岂能容忍此等败类污了皇室清名？裴艳秋，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放屁！她是我表姐，我亲表姐。我魏昭年从小跟在她屁股后面长大，我能认错人？
世子，这中间定有误会，或许只是他和公主长得极像呢。您想啊，公主千金之躯，怎么会孤身一人出现在这青楼里？是啊，世子，刘员外和这么多爷都看着呢。公主不在宫里待着，能来我这儿？您这10万两银子要是舍不得出，大可以直说，何必拿公主的名头来吓唬我们做小生意的？这魏世子平日就荒唐，我看他是拿不出10万两，故意在这演戏赖账呢。就是，指着个青楼女喊公主，传出去也不怕笑掉大牙。姐姐，别怕，我这就带你走。谁把你弄进来的？我让他全家陪葬。世子爷，想走可以，先把10万两银票留下。世子，您这是何意？哼，想走可以，但这天香阁的规矩不能坏。今儿带他走也行，除了刚才拍卖的10万两，您还得再出10万两赎身钱，20万两，一分不少的拿来。青燕姑娘，您尽管带走，否则就是魏国公亲自来了，也得讲个理字儿。哼！你们胆大妄为，将公主掳来，现在还有脸找本世子要钱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想满门抄斩。世子这话说的，这青燕姑娘可是我花重金买来的。好你个老东西，我卖给你才得500两，你一转手就要卖20万两，我不管，这银子我也得拿一半。我是状元，这人是我卖给你的，这钱必须分我。裴艳秋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云清燕，你闭嘴！你既然能卖20万两，就该早点告诉我。你要是早说你这么值钱，我当初能卖个更好的价钱。把这个疯子拉开，给我关门！没有银子，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天香阁。住手！哎呦，大人，您来的真是时候，快救救老身吧！这魏世子仗势欺人，看上我们阁里的姑娘，不仅不给钱，还带着人想打砸抢。您可得为我们这些守法百姓做主啊！魏恩年，那是父皇最信任的精武卫大将军。末将魏恩年参见公主，臣救驾来迟，让公主受辱，臣罪该万死，请公主恕罪。参见公主，请公主恕罪。大人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她只是天香阁里的一个商户女，不是什么公主。裴状元可以作证的，她当不得您这一跪啊，大人。放肆！圣上亲自封号青燕公主，她的容貌印在末将脑子里，岂能认错？尔等贱民，竟敢绑架侮辱公主，还不速速下跪领死！魏将军，把天香阁的所有人通通拿下，敢有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末将领命。我是公主，当朝七公主云清燕。她真是公主？绑架、贩卖、羞辱公主，这哪一项拿出来都是满门抄斩的死罪。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啊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竟冲撞了凤驾。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啊！都是裴郎，都是他，是他亲手把您卖进来的。他说您只是个外地来的商妇之女，没什么见识。我要是知道您是公主，打死我也不敢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啊！燕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！但我也是没办法，我欠了天香屋一笔巨债，要是不还，他们今晚就要杀了我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啊！我早就想好了，等我当了驸马，领了皇上的赏钱，我第一时间就把你赎出来。燕儿，你救救我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跟将军求求情，救救我吧！你居然还有脸提往日的情分？裴艳秋，你拿我抵债的时候，情分在哪儿？你拿着卖我的500两银子去点别的姑娘寻欢作乐时，你的情分又在哪儿？你白天给了我一耳光，还记不记得？公主饶命啊！现在我还你一耳光，你可有异议？这一掌是为了那500两银子的羞辱，这一掌是为了那些被你害了一辈子的可怜女子。魏将军，
末将在。按照我朝律法，绑架欺辱公主、参与人口贩卖者，该当何罪？回公主，凌迟处死，夷3族。就是你这个卖主求荣的负心汉，把我表姐卖进这种地方！你这个狗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刚才不是还想要20万两银子吗？我这就把冥币烧给你，看你有没有命拿去花。世子饶命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公主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嫣儿，纵使我有千般错，但你也不该隐瞒身份欺骗我。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你是公主，我怎么可能卖了你？你要是早说了，我肯定把你像祖宗一样供起来。这都是因为你没说实话。这就是他所谓的逻辑。到了这时候，还要怪我没把这泼天富贵砸在他脸上。倘若我今日不是公主，而只是个普通人家出身的女子，我的下场会是什么样？被下药迷晕，整日被那些畜生羞辱。而你裴艳秋，会拿着那500两银子，穿着官服在翰林院步步高升。裴艳秋，你真让我恶心。我不只是为了被卖这件事觉得恶心，更是为了我曾经竟然为了嫁你这种烂人，跪在父皇门前3天3夜而觉得恶心。燕儿，我是爱你的，我真的是因为欠了赌债没办法呀。魏将军，末将在。把他们通通押下去，天香阁即刻封锁。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每一笔账本，我都要查得清清楚楚，一个也别想跑。诺。燕儿，你救救我！你不能这么狠心！这仇才刚刚开始报，你欠那些女子的命，我要你一分一毫都吐出来。燕儿，燕儿怎么样？快让父皇看看有没有伤到哪儿。父皇，儿臣没事。岂有此理！朕的女儿，这群蝼蚁也敢动！来人，将那狂徒裴延秋和天香阁一伙人通通拉下去杖毙！不必审了，朕要让他们碎尸万段，一个也别想活！诺！父皇且慢。怎么，燕儿，你到了这时候，还要给那个畜生求情？要不是朕看你以前替他说尽好话，他那样低贱的身份，怎么配得上朕的公主？他竟敢把你卖进那种地方，大逆不道！就算你求情，朕也绝对饶不了他。父皇，您误会了，儿臣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绝不可能替他求情。那你为何阻拦朕？裴艳秋绑架贩卖的手法极其熟练，老鸨接货的动作也毫不生涩。儿臣怀疑，我并不是被他卖进烟花之地的第一个受害者，这背后藏着一条罪恶的血路，我要亲手查清楚。父皇，若是直接杖毙固然解恨，却掩盖了背后的黑暗。儿臣在天香阁亲耳听到，裴艳秋欠下巨额赌债，这背后绝非他一人所为。我想通过调查他们，将那些像我一样被卖掉的女子解救出来。这大周的天下，女子不该被当成商品随意买卖。朕的燕儿长大了，不仅有胆识，更有爱民之心。魏恩年，末将在。封锁天香阁，所有涉案人员严加拷问。从此刻起，你全力配合公主。公主，查清楚了，这个裴艳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丧心病狂。为了凑够上京赶考的盘缠，趁着夜色把亲生妹妹骗上马车，卖给了老鸨。那是他的亲妹妹，他居然也下得去手。不仅如此，当初您在庙会遇到他，也是他精心设计的局。那几个调戏您的地痞，全是他雇来演戏的。我为了他，不惜挑战父皇的权威，磕头磕到额头流血。原来我视如珍宝的情分，竟然只是他算计中的一环。受害者高达1080人，天香阁只是最大的中转站。裴艳秋，你卖掉我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觉得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进货？魏将军，把那个混蛋给我带过来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什么是地狱。呸！还状元郎呢，背地里竟然干这种断子绝孙的勾当！作孽啊！这么多好人家的姑娘都被他给毁了。公主，那畜生就在最里面关着，晦气得很。打开。
燕儿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这就是我当初跪了3天3夜要救的男人，现在看来真让我犯恶心。燕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救救我！你是公主，你一句话就能放了我。你跟皇上说，这都是老鸨逼我的，我是被逼无奈才卖了你的。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一定好好读书，以后我只宠你一个人。大婚的礼服我都想好了，我们要用全京城最好的绸缎，按公主的规格办。我们要风风光光的结婚，做一对人人羡慕的恩爱夫妻。裴艳秋，你觉得现在的你还配得上那件公主规格的婚服吗？我真后悔，当初竟然为了你这种烂人求到父皇面前。燕儿，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你知道吗？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你就成了我的驸马。3日前，我求得父皇同意婚事，我已经亲手为你缝制了婚服。我甚至打算在见你的时候，把你之前欠的所有赌债都替你还清，把我所有的提己银子都给你，保你在翰林院平步青云。那可是公主的万金家产，我竟然为了500两，亲手丢了泼天的富贵。说来我还得感谢你，要不是那天你急着把我卖了，我还不知道要被你蒙在鼓里多久。说不定等你做了驸马，你会借着皇家威名，卖掉更多的无辜女子，把整个大周都变成你的猎场。不该是这样的。我是状元，我是驸马。燕儿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我是爱你的，我真的是被逼无奈。你不是想成婚吗？现在就可以，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这就娶你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杀你的。我就知道你是舍不得我的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。燕儿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出去，我一定洗心革面，我发誓这辈子只对你一个人好。我虽不杀你，但我会把你交到那些被你欺骗贩卖毁了一辈子的女子手上。你要打要罚都可以，求你杀了我吧，他们会活活撕了我的。魏将军，把人带走。末将领命。云青烟，你这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公主，真的要把他交给那些人吗？此人虽恶，但交给那群女子，怕是会出大乱子。死在刽子手的快刀下，对他来说太痛快了。他毁了那么多女子的一辈子，总该让这些受害者亲眼看着，看看他这个所谓的状元郎骨子里到底是怎样一副卑劣肮脏的皮囊。我要让他受尽折磨，求死不能。裴艳秋，看看这些人，你可还认得？是你害死了我爹娘！你为了那几两银子，把我卖给那个能当我爷爷的老头子！你这个畜生！裴艳秋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公主，裴艳秋死了，死在那些女人的旧宅子里，说是封了3天，逢人就喊自己是驸马。知道了，利用真心的人，死得再惨，也不配得到一丝怜悯。魏将军，把他的死讯放出去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。我要让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看看，欺辱女子到底是什么下场。诺。这世间的罪恶，都要在这烈火中消失殆尽。且看那青燕公主，为了救那些个无辜被卖的女子，不惜以身入局。她凭着机敏过人的才智，在天香阁内纵火破局，一掌直接拍碎了3重铜门。公主当时神勇无比，先是力降贼人，又和老鸨大战了300回合，打得对方满地找牙。好，真不愧是咱们大周的奇女子。姐，你听到了吗？说书的说你一掌劈碎了大门，还要和老鸨大战300回合。姐，你什么时候背着我练了这一身蛮力？我那是被人欺骗落难，差点没命逃出来，怎么传到外面就成这样了？不过姐，说真的，那些被救出来的姑娘，现在日子真难搞。她们的名声被天香阁毁了，家里嫌丢人，根本不给进门。她们要是没个活计，也没个去处，最后还是死路一条。这世道对女子不公，她们是受害者，凭什么被逼死？魏昭年，我要开一间绣坊。绣坊？不仅要开绣坊，我还要收留那些受骗落难的姐妹。既然她们被世道推了出来，那我就亲手给她们建一个避风港。只要有我在，玉绣坊就是他们的家，我看谁敢再欺负他们。姐，只要你发话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陪你干。燕儿，既然要做，就给朕做出个名堂来。这大宅子全当朕支持你了。多谢父皇，儿臣定不负所托。姐，银子凑齐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把家里那几个古董花瓶卖了，
只要秀场能开起来，挨顿骂算什么？孽子！为了这个绣坊，你连家底都敢偷！爹，我这是办正事。我看你是欠收拾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捆了，丢进军营里去。不练出个人样，不准回家。姐，救我！我不想去军营啊！说我。公主，这事你别管，带走。魏昭年虽然不着调，这次却真是帮了大忙。你就是青燕公主？放肆！你是什么人？小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楚家楚林。楚林，镇国将军府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父皇给我选驸马的名单上排名第一的男人就是他。你拦我的路到底想干什么？公主殿下，和我透露一下呗，那姓裴的到底是怎么发现那些人口生意的？无可奉告。别这么小气嘛！作为报酬，我请你去漱芳楼吃桃花饼，那可是京城一绝。滚开！你若是闲得骨头痒，就去教场跑20圈，别在这里恶心我。这公主够辣，竟然敢直接抽小将军！完了，火冥王要杀人了！云青燕，你要是不肯说，我就让我爹答应圣上的赐婚。等成了亲，我天天赖在你房里缠着你，直到你一肯开口为止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在大周，只要是我想知道的秘密，就没人能守得住。这混世魔王比裴艳秋还要卑劣10000倍。楚林，你这个卑鄙的登徒子，我就算嫁给路边的乞丐，也绝不会套进你楚家半步。姐，你走这么快干什么？哎呦！嫁给乞丐？那我就让你看看，这大周城里哪个乞丐敢娶你。阿桃，把这批料子染好，咱们绣坊下个月的生计就稳了。全靠公主照应，咱们姐妹才有活路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七公主清安聪慧果敢，殊甚端良。镇国将军之子楚岭骁勇善战，年少有为，特将清安公主赐婚于楚岭，则即日完婚。钦此。楚岭，那个在军营里狂妄自大，还威胁要缠着我的混蛋。姐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我爹把我丢进军营受罪，皇上竟然还要把你推向那个活阎王。楚岭就是个暴虐的怪胎。昨天我步子走错，他竟然让我顶着烈日跑了20圈，我差点死在校场。你要是嫁给他，咱们谁也活不了。他这就是在存心报复。楚岭，你那天说要让我后悔，原来是指这一招。魏昭年，起来，跟我进宫。这是皇令，你要去抗旨吗？这门婚事，他楚林想找谁结就找谁结，我云清燕绝不入他的将军府。父皇，我不嫁。刚接旨就跑来撒野，规矩都忘了。您知道楚林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他在军营里油嘴滑舌，还当面威胁我，我和他根本合不来。您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。合不来，朕看你们倒是挺配。这赐婚圣旨是楚岭亲自进宫请的。他请的？那个混蛋居然玩阴的！他在军营威胁我说不听话就让圣上赐婚，我以为他是开玩笑，没想到他居然来真的。君无戏言，折子已经送去镇国将军府了。楚林人品端正，武功更是顶尖，天香阁的事让朕后怕，没高手护着你，朕不放心。那也不能是他呀！朕意已决，楚林主动请缨去给你的绣坊当护卫，那些姑娘身世可怜，有他在，总比家丁强。我给你带了漱芳楼的桃花饼，趁热吃。谁要吃你的桃花饼？楚林，你别以为圣旨能压住我，这婚事我绝不承认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别啊，公主，你看我长得这么英俊，武功又是天下第一，关键是我还会伺候人，给你当个贴身保镖，你一点都不吃亏。保镖？大周多的是武士，不缺你一个纨绔子弟。而且那些被你救出来的姑娘，要是再遇到危险，我能第一时间杀了那些杂碎。裴艳秋的余孽还没清干净，那帮人什么手段你最清楚。你确定你一个人能护得住他们？玉秀坊里住着上百个苦命女子，如果因为我的任性让他们再次掉进火坑，我万死难辞其咎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立个约，先相处3个月，要是3个月后你还是看我不顺眼，我就亲自去求皇上取消婚约。是我楚林配不上你，绝不让你为难。此话当真？你真能舍得这驸马之位？若有虚言，就让我楚林以后打仗次次迷路，
这辈子再也抓不到一个俘虏。好，但我有言在先，你只能负责绣坊的安保，不许干涉我的私事，更不许在绣坊里耀武扬威，否则3个月立刻作废。没问题，保证随叫随到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哼，楚林，这3个月我一定要让你露出马脚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尊活阎王到底能在我面前装多久的谦谦君子。楚林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公主，这一大早的，火气这么大可不好。你看看外面，那是干什么？这些姑娘们刚受过惊吓，你弄16个带刀的兵堵着门，她们现在连房门都不敢出。你这到底是在保护她们，还是在囚禁她们？公主此言差矣，这些都是老子从西北带回来的老兵，一个顶10个。裴艳秋的余孽要是敢露头，保证让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行吧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明天我就让他们换衣服。姐，楚林这变态居然亲自给你守大门。他昨天因为我挑大粪动作慢了点，罚我顶着太阳跑了20圈。他对我那是狠得要命，怎么在你这儿就变成了看门狗了？这尊活阎王到底是演戏哄我，还是当真了？这可怎么办？瓦片太滑，小猫会摔死的。多谢楚小将军，我的针线破漏掉下去了，那是绣了一半的活。将军，您真是大好人。楚将军其实一点也不凶，还挺心细的。是啊，那双桃花眼看人的时候，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千艳公主，你看看，他们现在都挺喜欢我的。你要是再不抓紧点儿，我这尊活阎王可就被别人抢走了。那感情好，你要是看中哪个，我立刻给你做媒，顺便把那赐婚圣旨给退了，还你自由。那可不行，我这人死心眼儿，认定了一个就不回头。你瞧，这都是他们塞给我的，这绣工比你那乱如麻丝的针法强多了。你要是不稀罕，我就都收着了，当成定情信物也不错。这些姑娘是我救回来的，她们年纪小不懂事，你也跟着胡闹。公主，你这是吃醋了？去死吧！姐，楚林，他今天居然让我们去徒手清理马厩，还说什么这也是为了磨练意志。魏昭年，背后瞧舌根，训练加10圈。想什么呢？眉头皱的能夹死苍蝇。我在想，我以前是不是特别傻，居然会相信裴艳秋那种烂人。为了他，我不仅差点毁了自己，还让皇家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恐怕所有人提到我，只会记得我被卖进青楼的狼狈，记得我那个荒唐又愚蠢的眼光。云清燕，你听好，你那不是傻，是太善良了。在这到处都是算计的京城，你愿意真心待人，这本身就是最珍贵的东西。错的是那个利用你真心践踏你善意的畜生，而不是那个全心全意付出的你。他竟待我如此用心，我曾以为这世上无人懂我，如今方知这世间竟有如此良人。可我终究被卖进了那种肮脏的地方。那种地方怎么了？在我眼里，你现在为了这些姑娘们拼命的样子，比以前在宫里只知道绣花扑蝶的七公主美上1000倍。公主，不好了！东郊的仓库被人点着了，那伙人下手极狠，还在到处打听阿桃和小翠的住处。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公主，东郊仓库全烧起来了，还有人在到处打听阿桃和小翠的住处，说要他们的命。
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？带头的那个，左脸有一道武功形状的深疤。周虎，那个贩卖人口组织的二把手，裴艳秋的同门师兄。周虎是出了名的清扫夫，专杀证人。公主，这里不能待了，我马上派一队精锐送你回宫。我不走，仓库着火了，姐妹们都在发抖。我这个主事的人要是跑了，绣坊就真的毁了。现在不是讲义气的时候，周虎敢放火，就说明他要闹大。楚灵，你不是号称火阎王吗？如果你连这一院子女人都护不住，那你趁早把这名号送给周虎算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既然公主要看，那我就让这帮杂碎看看，什么叫有来无回。传我将令，封锁绣坊方圆1里，召集所有人，弓箭上弦，哪怕是只麻雀飞过去，也得给我留下半对翅膀。是。所有人分出一半救火，剩下的人随我死守侧门。你疯了！火里被泼了东西，水灭不掉，去空地上待着，不准靠近。阿桃呢？小翠呢？他们平时睡在柴房隔壁的耳房，那是下风口。将军，公主，柴房塌了，阿桃和小翠不见了，我们在后门发现了打斗的痕迹，全是血。他们是因为我才留在绣坊的，如果他们被抓回地狱，我一辈子都不得安生。魏昭年，带人守住大门，哪怕这绣坊烧成了灰，也别让周虎的人踏进来一步。在这里等我，天塌下来也不许乱跑。楚莲！我要去救他们！姐，你疯了！楚灵交代过，你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他回来能把我皮包了。放开我！我是大周的公主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人被烧死！放手！楚灵，阿桃。阿桃，小翠，小心后面！楚莲，走开！别伤着你，快带他们走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他请旨赐婚，根本不是为了羞辱，他是真的想做我的铠甲，用命护着我。别哭，哭起来难看。你这个傻子，你明明能躲开的，你为什么不躲？我要是躲了，以后谁还叫我活阎王？那得叫缩头乌龟了。楚哥，你这伤……别废话。那几个跑掉的，抓到了吗？那群畜生对地形太熟，趁乱翻墙跑了。不过抓到了这个内奸，是他给周虎开的后门。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啊！是周虎，他抓了我弟弟，他说我
去当畜生。周虎在哪？在城外的破庙里。他说今晚如果没抓到阿桃，明天一早就要带人杀回宫里找您报仇。报仇？他害了那么多女子，如今还敢烧我绣坊，伤我的人。燕儿，你要去？楚岭，你说过你要保护我，现在我要去亲手了结这一切。如果你还站得起来，就随我去；如果你站不起来，我就带着魏昭年把周虎的人头带回来给你下酒。好，这才是老子看上的女人。点兵，随公主出征。大哥，那火明明放了，可人还是没抓到。那个楚岭实在太邪门了，那房梁都快塌了，他竟然生生冲进去把人拎了出来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两个小丫头都带不回来，养你们有什么用？没关系，云清燕那女人心肠软，明天一早你们带人去官道守着。只要是从绣坊出来的姑娘，见一个抓一个。我就不信他能眼睁睁看着这帮女的一块死。裴艳秋是我师弟，虽然他是个自寻死路的废物，但他死在云清燕手里，这笔账我就得算。我要让云清燕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等我抓了他，直接卖到关外给那帮野男人，让他在那儿烂掉。谁？周虎，看来你对本公主的去处已经安排得非常仔细了。既然你这么期待，本公主便亲自送你上路。林清燕，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你以为带了这几个小白脸就能在我的地盘撒野？弟兄们，抓住他！谁能第一个按住这娘们儿，今晚老子让他先尝鲜。周虎，刚才你说要把谁卖到关外去？楚林，你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居然还没死！你还没死，老子怎么舍得去见阎王？周虎，今天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！给我杀，砍死他们！云清燕，你以为仗着这重伤的小白脸就能赢我？裴艳秋那蠢货死在女人手里，我周虎可不会重蹈覆辙。废话真多。小心！小心有毒！我的眼，我的眼！刚才你说要把我卖到关外给谁？现在你倒是再卖一个给我看看。饶命！公主饶命！是我鬼迷心窍。公主，这西瓜你是要现在切，还是带回去切？楚岭，公主，小将军这伤势太重，烧焦的烂肉必须全部割掉，这过程极其疼痛，常人根本无法忍受。公主，怕的话就去外面站着，别一会儿被这场面吓哭了，我还要分心哄你。闭嘴！谁要你哄？我来。既然这伤是因为我受的，我就得亲眼看着他好。行，公主既然有这兴致，那我就献丑了。你刚才在火场里为什么不躲？老子说过要护着你，你的人也是你。我要是躲了，你会哭的。谁说我会哭？刚才在破庙里，谁的眼眶通红？
云清燕，你这人嘴硬得很。楚灵，谢谢。别光说谢谢，那3个月的约期是不是该缩短了？看你表现。听说昨晚这里闹得可凶了，这群被卖过的女人到哪儿都是祸害，就是长得再漂亮也是残花败柳，这种地方烧了才清净。圣旨到！七公主清燕泯众生之苦，兴秀艺之风，特赐名清燕玉秀坊。凡坊内女子皆赐玉秀女官衔，受朝廷供养。钦此。女官，这群人成了朝廷的官儿。哎呦，我这臭嘴刚才说了什么混账话？谢主隆恩，谢公主大恩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再是被卖掉的货物，你们的手是用来绣江山如画的。谁敢再嚼舌根，我就让他看看谁的脖子更硬。我说公主，这庆功宴是不是该摆起来了？我都守了这么多天了，腰都快手断了。你总得给点犒劳吧？犒劳你一块桃花饼够不够？那哪够啊？怎么着也得把那3个月的约期再缩短1个月。想得美！重建绣坊的活儿还没干完呢，你要是闲得慌，去把那边的木头搬了。啊！好一个玉秀坊！燕儿，你做了一件朕想做却一直没能做成的大事，你是大周的骄傲。这汗水没白流，他们终于能挺直腰果做人了。我想亲眼看看大周的女人脱离了男人的掌控，到底多么精彩。喂，云清燕，又怎么了？大家都立了功，连这帮丫头都有了封赏，那我的赏赐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楚灵今日当着圣上，当着众多秀女的面，正式求娶七公主云清燕。我不求高官厚禄，不求封地良田，我只要这辈子能守在公主身边。往后余生，谁敢卖她，我灭她全族；谁敢伤她，我平她城池。你这臭小子，朕还没点头，你就先在这儿抢了朕的台词。楚灵，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若有半句虚言，就让我楚灵这辈子再也吃不到你送的桃花饼。好，本公主准了。